醒了他。姐，小林，宝贝，你终于醒了。爷爷一直在身边陪着你，一宿都没合眼呢。说这些干什么？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好嘛。爷爷，哎，爷爷，爷爷你在哪儿啊？我就在这儿呢。爷爷你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你啊？啊？怎么看不见你啊？小林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就在这里。叶琳，姐，你们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你们啊？叶琳，为什么看不见你们呢？姐，哎，妈妈在这儿啊，妈妈就在这儿。你为什么不开灯？好暗啊！开着呢，灯开着呢。别吓我们啊！小林，叶琳，你怎么了？姐，我在这儿，姐。目前失明的原因呢很难判定，最有可能的是因为脑部遭受了强烈的撞击，损害了视觉的神经。这不能动手术吗？那他到底能不能恢复啊？这很难说，也许2、3天呢就恢复了，也许这辈子就这样。毕竟人类对大脑的了解还是有限的。他还这么年轻，他要是真的看不见了，他这下半辈子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他这该怎么办？都是你害了我姐姐，你还我姐姐人家！你怪他干什么？还是我们好好想想，怎么告诉小林，让他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吧。医生，好害怕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眼前结一片害怕。不会的，不会这个样子的，可能只是撞到了大脑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于飞说的没有错，我见过许多病例，都是在治疗中慢慢复原的。你听，宇阳他都这么说了，一定会没事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爷爷他们回来了，没事的。爷爷，医生怎么说啊？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是不是医生说我再也看不见了？不是，医生说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已。是啊，小林，医生叫你别心急，先把身上的伤给养好了。等伤好了之后呢，你的眼睛自然就会跟着好了。妈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妈，你告诉我。都看不见了。叶琳，现在科技这么进步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骗人！骗人！你们骗人！要真的是这样，你们就不会这种语气了。你们骗人！你赶紧过来！叶琳，你不要这样！小林，别这样！你别这样！你还有妈呢，不是吗？小林，你别这样！他对我这么残忍。
做不了，我就是一个废人。亏爷爷这么看重你，爸妈以你为傲。原来你比我还经不起打击。小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姐姐已经很难过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刺激她？当我有问题的时候，是他叫我不要自暴自弃的。现在换做他有问题了，却只知道哭哭啼啼的，他不是更应该做出榜样来给我瞧吗？难道他说的话都不算数了？姐，是你说过的，我们是世界上最亲的人。不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你一定会好的。小伟说的对，小莲呐，爷爷的话你总该听吧。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医治你，哪怕是耗尽我所有的家产，我都会让你重见光明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小林，好，让他安静安静吧。但是爷爷希望你记住，一切都有希望。妈，走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干脆死了算了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我傻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爷爷，叶灵她可以移植眼角膜吗？说不定她移植了，就可以看见了。你就会说，眼角膜你要捐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。医生都说了，这是因为视神经受损，跟眼角膜无关。什么都不懂，就会在这装好人。好了好了，你责怪一菲干什么呢？他只不过想尽点心力罢了。你这……张先生，叶林的事情我们自会解决，你可以走了。杨董事长，这件事我也有责任。你还跟我提责任？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呀？啊？好，如果你真想负责任，可以，永远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了。这就是你负责的最好方式了。我知道，我不该责怪你，但是
趁我现在还能冷静跟你说话的时候，请你赶快离开这里，啊！回去吧。杨董事长，我能够体会你们心里的愤怒，但因为这件事我也有责任，所以我一定还会再回来看叶玲的。吃烧饼都会掉芝麻，哪只猴子不会掉果子？你怎么会知道这句话呀？我以为只有我舅舅才会跟我这么说的。童话故事里，3只小猪的好朋友是谁？大野狼。哦，不对，大野狼是3只小猪的敌人，那3只小猪的好朋友一定是7个小矮人。没错，一定是他。她就是那个我找了15年的女孩。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她都没有改变过。我早该察觉到，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原来你叫于飞。原来我已经找到你了。努力割舍，努力掩埋，思念还在。好，别难过了。现在医学那么发达，一连眼睛一定会有希望的哈。别难过，我现在更加后悔，我为什么没有听我妈的话？我为什么非要和叶琳做朋友？虽然会有遗憾，可是也不会害了她呀。就算让他知道我找了他这些年，那又如何？不过是增加彼此的困扰。更何况，他身边早已有人。
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您的吩咐，该取消的行程全部取消了。不过周3的董事会议，会议照常进行。是，我会出席的。那另外明晚跟姚总的饭局，那个饭局十分重要，不能不去啊。平涛，就由你代替我出席吧。啊，爸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怕我做不来。你放心吧，高秘书和王总经理会陪你一同出席的。可是公司的事儿我完全不清楚，万一人家问我，我答不上来，我怕会让爸丢脸。高秘书到时候会提醒你的，啊？哎呀，平涛啊，就是现在叶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没心思去管公司里的事儿了。你呀，你要帮我多担待点儿啊！你毕竟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嘛。爸，我知道，我会的。没别的事情了吧？董事长没有什么事了。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来吵我，啊？叶先生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张妈。哎。你去帮小林收拾点衣服，待会我送到医院去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张妈。爸，让我去吧。我也是家的一份子，我有责任。小伟啊，你懂事了。都等了1天了，也不见叶林来，难道他忙忘了？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嘟声后开始计费。如不留言，请挂断。快速留言，嘟声后请按1次女字键。啊，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厨房里有粥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和宇阳生气了？那宇阳的妈妈让你难堪了？你别光顾着哭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跟我说呀，急死我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谁都帮不了这个忙的。不是，怎么了？这是？说谁呢？叶林啊？哎，小飞，你昨天打电话不是手术很成功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会他死了吧？舅舅，你别瞎说，他没事儿。那干嘛气氛这么沉重啊？那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又牵扯上叶林了？小飞，你快说呀！我们出去一起玩，发生车祸，叶林他失明了，看不见了。啊？那看不见，那不就是瞎了吗？怎么这样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让你离他远点，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，叶林他都是你！哎，姐，你干嘛这么激动啊？这不能怪小飞啊，这事儿。不关他事，关谁事儿？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们不适合做朋友，你就是不听我的，你缠着他干什么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很喜欢这个朋友。你们不可能做朋友，你们从出生就注定不可能
是难过呀，可是她是你女儿，她什么性格，她什么为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她怎么可能是那种巴结别人想得到好处的人呢？再说了，她和叶琳交往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她从来没有占叶琳任何便宜啊！你懂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这么多年的心血。什么心血？你在说什么？根本听不懂吗？姐，姐！妈，你没事吗？妈，你别生气，妈，你别生气，妈，对不起，妈，你别生气，对不起。小朱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他，但可惜一切都太晚了。妈，你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啊？妈，妈。这是病人的药，请按时吃。好，谢谢。小林，你要拿什么？你跟妈妈说你要干什么啊？妈，我想喝水。妈妈给你倒啊，你躺下，乖乖的躺下，妈妈给你倒。孩子，以后这种事情你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帮你做啊。水来了啊，小心烫啊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看妈妈真是的，这么点事儿都做不好，难怪你爷爷总说我是怎么当妈的。对不起啊，妈妈下次一定注意啊。妈，没事的，以后你就把水杯放在这旁边，我能摸到的地方，我能摸到，我自己来就可以的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妈妈手心里的宝贝。妈妈从来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
是现在你却受了这么大的伤害，妈妈心里难受。妈，爷爷不是说了吗？他会想办法把我治好的。你要有信心，就算是治不好，我也会为你们努力的活下去的。妈，就不要再难过了啊！妈不难过啊，妈相信一定能把你治好。乖孩子，我们该吃药了啊。吃药啊。嗯。慢慢喝，小心啊！我的女儿，是我害了你。要是我能早点下定决心找你谈，甚至是逼于飞发誓不再见你，说不定就不会有这场祸事了。更或者当年我别让仇恨蒙蔽了心，那今天所有的悲剧就都不会发生了。你身体不好，怎么又跑出去了？你去哪儿了？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。小飞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怪你没有道理，但这个时候，我真是没有办法平复我的心情。妈最近又对我像小时候一样冷漠了，真奇怪，好像每次都是为了叶灵的事情。我自己来吧，谢谢。叶灵的事与你无关，
你别老是把所有责任往你自己身上来。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办法不怪我自己。错的人是我，我该有所警觉。刘东城在引起卖场危机不成之后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更何况，他一路尾随我到那儿，要是我再留意一点，或许事情就不会这样了。总之，这件事与你无关。你还说我呢？那你自己呢？你也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我想叶玲她只是心里难过，并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因为我很清楚这种感觉。以前我也和叶玲一样，冒着生命危险救过别人，而且还是个小男生。那时候我也只是想帮他，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安全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真的是心惊胆战。哎呀，冒这么大的险，你有后悔过吗？后悔？怎么可能啊！就算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发生一次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去救他。我想，叶玲应该和我一样，她没有后悔。这件事情一晃也10几年了，也不知道这个小男生现在过得怎么样。他和警察说过会来找我的，可是我等了那么多年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渐渐的，我也忘了，或许他也早就把我忘了吧。他没有。叶玲救了我，我也时时刻刻铭记在心。我相信，那个小男孩也是一样。或许吧，他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就算有心找的话，也不知道从哪里找起啊。你忙，我先走了。弯弯的眉毛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！哎呀，终于长齐了，我的眉毛，以前太帅了。弯弯的眉毛爬上来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！新长的眉毛是真奇妙，柔顺光滑是特别好，一根一根我上过去了。于飞舅舅，是你呀、这么巧，你来逛街啊？巧什么巧？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找我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那有什么难的？花钱不就得了吗？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哦，对，上次你跟我说过，别老是把钱挂在嘴边的，怎么又忘了？没关系了，你告诉我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想告诉你，自从你上次教我的方法之后，我的人缘真的变好了。昨天还有人跟我搭讪，他问我南京东路怎么走。苍天哪！你行不行啊？这个问路和搭讪是两码事儿啊！不是这个小姐，是这样啊，你看啊，这四处全是那个摄像头，他们在监控我。我现在在上班，在工作，我就不和你搭讪了。改天好吧，改天。哎，你别走嘛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可不可以再多教我几招，让我变得更受欢迎？我教你。我要知道怎么受欢迎，我早成大明星了。我还用在这儿推个车，我还搬东西赚钱，真是乐死我！哎呦，可是目前为止，只有你教我的方法有用啊！我求求你，我只是想早日找到我的心上人，就教教我嘛！你有时候真是又烦又啰嗦。哎，好了，你过来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想啊，
你在你的爱情上有所突破，是吧？我教你个绝招，你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子，是吧？认真仔细的观察他啊，投其所好。投其所好？真是够笨呐！你看过爱情电影没有？你看里边的那个男主演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？那都是喜欢什么自己对胃口的，对吧？既然喜欢上了，不管他们的老爸老妈啊怎么反对，怎么阻挠，但最后结果一定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明白没有？说的没错。明白了？明白就好。现在出去啊，向后转，去找一个喜欢的对象，慢慢折腾他，就不要搅和我了，好吗？特助，那个我在为这位顾客介绍我们豆浆机，就说那个豆浆在里面搅啊搅，可以把那绿豆搅得很细，然后出来那个豆浆就很甜美。特助慢走。他是谁啊？也太帅了吧！他是我们特助特别助理，是我们这儿的小老板，你扯太死我！就是他了！既然宇阳哥久攻不下，就还给于飞吧，我的新欢。本来想找机会跟叶灵提，帮我升成主治医师的。现在他受伤了，连提的机会都没有。难道我真的要黑到底，翻不了身吗？这边请。把这份东西给到赵医师。好。赵医师好。哎，回来啦。刚才啊，总医师又来找你麻烦了。我给他说你从早忙到现在，刚刚才去吃饭，他才总算是闭了嘴。不过我想啊，待会儿可能他还会再来的。随便他吧，反正等学到了真本事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免得整天被他当成眼中钉。对了，护士长，我刚刚在外头看到院长跟一个外国人在讲话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哦，听说是眼科界的国际权威，杨董事长啊特意花重金从日本请过来的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，这段时间能找的医生基本上都找遍了。希望这个远来的和尚真会念经，让叶小姐有复明的机会。叶琳，叶琳，宇阳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看你的人呢？你在这太危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宇阳，你听我说，我好不容易把叶伟支开，我知道爷爷今天找了医生来，我想知道结果究竟如何。
我不想一辈子都以为自己还有希望，其实只是活在别人的谎言里面，这样对我太残忍了。可是你，宇阳，人生是我自己的，是好是坏，我有权利知道。麻烦你带我过去好不好？